玩个破游戏总是被一招秒，但凡有个盾也不至于这么脆嘛。各位也都是历史或者游戏的高手大人了，这种画面肯定是再熟悉不过，那我也不多废话了。今天要介绍的是日本武士为什么不带盾。首先呢，虽然武士是不带盾，甚至可以说最近1000年来，日本从来没有普及过带盾的个人战斗方式。但是日本古代确实是有过盾牌的，而且历史非常悠久。在日本书记中，就不仅有神明制造盾牌的神话记载，还有把险峻的悬崖比作盾牌，命名为天之岩户的描述。虽然都是神话故事，但是足以说明，早在藤原不比等的时代，日本人是知道盾牌这种东西的。另外，在《魏书倭人传》中也记录了有一些地区的日本人采用手持盾牌的战斗方式，而在挖掘考古中也出土了不少2000年前的弥生时代的木质盾牌，还发现了当时日本人战争的高级装备也是一手拿武器一手拿盾牌的，装备的方式和西方远古比较类似，并且这一习惯有所传承。到了5世纪以后的遗址中，又发现了不同种类的改进盾牌，这时的遗址中也发现了不少手持大盾的陶俑，这说明当时有用盾牌来进行鬼神活动的做法。研究者认为，可能是为了防止恶灵邪气进入墓葬里。其实在6世纪之后，有一段时间的日本人普及了带盾的战斗方式，并且从朝鲜引进了制作铁盾的技术，为一些高级战士装备了沿用木盾形状的可攻可守的日式盾牌。自然这时日本也有专门制作盾牌的工匠，这些盾牌工匠的地位还不低，因为当时经常有巫术仪式中需要司祭手持盾牌，一些权贵的墓葬建筑或者宫门也要放置装饰用的盾牌。这些盾牌也和其他地区的文明一样，有精致的盾面装饰和染色。当然，说是日式盾牌，其实只是个好听点的说法。在盾牌的功能升级上面，日本古代十分的落后，基本上皮革盾牌就是圆形，其他的盾牌就是长方形，会有一些边缘优化，但是没有实质上的进化。这种日本的古代盾牌一直延续到了平安时代，而后逐渐衰退，直至室町时代初期基本不再被用于战斗了。不过其实盾牌在日本开始发展的5世纪，同一时期对盾牌造成第一次打击的战争装备就已经开始被引进了，这就是马匹。在4世纪末，日本与百济国结盟，而百济国正被高句丽攻击，局势危急，日本便派军渡海支援百济。在这次战争中，日本人第一次见识到了高句丽骑兵的威力。在前期交锋中，高句丽的骑兵部队以压倒性的攻击力和机动力极大地打击了日本军队，这给日本人带来了强烈震撼，迅速意识到了骑兵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日本朝廷于是开始从大陆引进马匹，并且大力发展马具和养马技术。从那以后，日本建制军队在战场上的主力便从步兵逐渐变为了骑兵。你看日本的事情总是这样，明明步兵打得好好的，突然就变成骑兵为主了，听懂的自己去面壁。当然了，实际上欧洲人还是发展出了一手拿剑一手持盾的骑兵分支，但是日本古代可没有欧洲那么好的技术积累。而且日本是后期引进的骑兵，日本的骑手并不能像长期传承骑兵的欧洲骑士那样娴熟纵马，许多马上装备也落后或者是缺失。最重要的是，日本人在马匹去势技术上面严重落后，短时间也没能成功从大陆引进，导致了很多日本马匹都没有去势，因此脾气极其暴躁，不牢牢抓紧缰绳的话根本无法驾驭。毕竟连蒙古骑兵中都认为未去势的马匹过于危险，不适合乘骑作战。就这样过了几百年，在平安时代和镰仓时代，日本军队中甚至反而发展成了将驯服暴躁的未去势的烈马视作一种荣耀的文化，高级战士争相挑战。所以在平安镰仓时代的战争中，作为主力的骑兵在战斗时必须牢牢抓住缰绳，于是一只手被彻底占用了，自然就没有带盾的可能性了。这种方式也延续到了后世的日本骑兵中，室町时代到访日本的外国人中也常见抱怨日本马匹过于粗暴，难以驾驭。此外，从骑兵成为了主力之后，日本的铠甲也开始飞速进化，这也是盾牌逐渐消失的原因之一。因为日本的马匹性情极为狂野，骑兵随时都有落马的风险，所以日本武士的铠甲就必须专门针对落马而设计，也就被制作得更加坚固，变得即使没有盾牌也能抵挡一般的刀剑攻击，带盾牌的意义就更小了。你可能会觉得为了骑马这也搞得太麻烦了，但是这才是正常的，既要又要还要不可取。
马也是好东西，盾牌也是好东西，但是当时的日本人必须选一个更好的，不然在战场上可没有后悔或者甩锅的机会。总之，自此之后，日本的铠甲技术日益精进，逐渐发展出了独特的道路。后来甚至开发出了大家在平安镰仓时代剧中常见的名为大袖的肩甲，这玩意儿基本就是用来取代盾牌的，只需要扭动肩膀就可以起到类似举盾防御的效果。这下武士们相当于能同时拥有战马和盾牌的效果了，大袖迅速得到了普及。除了大袖之外，日本铠甲整体所采用的技术也比其他地区更不需要盾牌。比如西方的铠甲通常使用较软的金属，材质比较坚硬的话就会做成行动不便的形状，所以对于很多战士来说，盾牌一直都是必须的。但是日本铠甲采用了一种名为小扎的技术，是将小金属板一块一块敲制之后连接起来，形成了牺牲部分保护区域，但是兼顾了硬度和活动性能的构造。不仅如此，日本的铠甲其实在轻量化的技术上面也颇为下功夫，也有能够迅速穿脱的铠甲。在有了这些选择的情况下，腾出一只手去拿个盾牌反而显得累赘，自然盾牌就变得毫无必要了。不过呢，越坚硬的铠甲价格也会越高，像是日本防御力最强的盔甲大铠，即使是在高级武士中，也得是比较有钱的才可能买得起。而下级武士所穿的各种量产铠甲的防御力就要差了一些。至于普通步兵的族亲，其实是有盾牌需求的，但是他们的经济实力没法支撑制作盾牌的产业，所以会戴上铁质斗笠，用这种斗笠来充当盾牌，避免致命伤。之后到了日本战国时代，从欧洲传来了先进的新式武器火神枪。在欧洲战场上，其实盾牌是有可能抵挡住这种攻击的，但此时的日本已经没有发展盾牌很长时间了，并没有制作具备实用性的能够抵挡火神枪的盾牌的能力。而战国时代的日本人直接选择进一步加强铠甲。此外，火神枪本身就是需要双手操作的武器，不如说日本武士们在战场上使用的大部分武器都是需要双手操作的，这就更加速了盾牌的淘汰。有人可能要说，你之前不是说日本刀可以单手使用的吗？是的，在武士为什么要带2把刀的视频中介绍过，斜叉根本就没有设计双手握持的空间，刀柄就是1拳3指宽，而主武器的打刀太刀其实也不是不能单手使用。但其实这方面也是日本刀的底层技术限制了他们进一步发展单手刀的可能性，因为日本刀本身就是重视斩击的武器，刀身必须又厚又重，单手使用的话威力会大大降低，效果变差。而在战场上，对手可能穿着坚固的铠甲，其实用刀剑几乎不可能击穿，而且还有正刀的危险。所以实际上，战国武士们真的要自己加入战斗时，通常都是用弓箭、长枪、剃刀这类的武器为主，武士刀反而只是备用武器而已。而这些主力武器都需要双手使用，弓箭必须要2手开弓，长柄武器在站立状态下单手握持会站不稳，只能马上才能单手使用，但是在马上时，另一只手已经给了缰绳，自然就没有办法再拿个盾了。另一个大陆战士们装备盾牌的原因是战争中有冲锋的需要，这种迅速冲击对方阵型的作战方法，在中国和欧洲的战场上都很有用，而冲锋时携带盾牌能够大大降低伤亡率。但日本的战法是接近之后打群架，这是自然环境所限，日本地形过于复杂，几乎没有稍微大一点的平原，武士骑马带领步兵冲锋的话，很可能己方阵型先破碎掉，骑兵也很可能冲到森林呀、悬崖呀、海岸呀之类的危险位置，风险远大于回报。此外，从镰仓时代开始，日本迅速放弃了盾牌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进入了武士时代，而盾牌与武士时代的意识形态相悖。武士政权宣传着武士思想的根基之一是武士道及赴死之觉悟。对于武士而言，重要的是拥有随时准备好赴死的觉悟，而非保护自己。而在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中，强调的是先攻防卫，也就是在被攻击到之前率先击败对手，所谓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所以战场上不允许武士因为畏惧死亡而自保，而是必须为了忠义勇敢向前。这种思想在日本武士时代的大部分时候都根深蒂固，攻击永远都会被优先考虑，因此日本作战装备更倾向于发展便于进攻的形式，盾牌也就被更灵活的铠甲所替代。在最极端的案例中，一场战役之后，哪怕武士活着回来了却没有杀敌，也是一种耻辱。
有时甚至会因此而切腹。而且武士们的战斗流派也是按照没有盾牌来发展的，面对对方攻击时，直接用武器来格挡与卸力，这种打法可以迅速转守为攻，习惯之后就更不会用盾牌了。不过其实这都是个人战斗层面，大型的制盾和阵地用的逐速盾，也就是俗称的火神枪盾，在日本是一直都在用的。日本的战争一直以来都重视远程武器，这两种盾就分别扮演了从对方远程火力中自保和保护己方远程火力的作用。《平家物语》和《源平盛衰记》等书中就经常提到制盾在某场战役中的作用。不过那个时代本身单手盾也还没有被完全淘汰就是了。顺带一提，据说竹书盾是武田军发明的，需要专门的士兵随时移动这种盾到需要的地方去，这使得武田军能够在火神枪的时代继续打出骑兵的优势。总之，这些就是日本战士和盾的渊源了。总的来说，1000年前日本盾牌的发展和其他的主要文明差别并不大，但是进入武士时代之后，单手盾因为日本特殊的战斗方式和文化而被逐渐淘汰了。因此，其他种类盾牌的技术发展也被锁死，最终成了盾牌使用量极小的文明。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和硬币呀！这里是花散里，我们下期再见。